大家好，欢迎收看《行不离》。上期咱们简单聊了聊萨摩亚，今天咱们再来看看它东边的邻居，美国最南端的领土，也是美国在南半球的唯一领地——美属萨摩亚。常年温和的气候，绿色锯齿状的山峰，田园诗般的海滩，是美属萨摩亚的典型标志。这座南太平洋上远离喧嚣的世外桃源，也是特别适合做白日梦的地方。美属萨摩亚与萨摩亚在历史文化上基本相同，在萨摩亚文化中，浑身是宝的椰树被誉为生命之树，胡佛则被视为森林的飞天保护神，当地人自豪地将美属萨摩亚称为神圣土地。不仅如此，当地还流传着很多美丽的传说，比如被称为盆栽岩石的海难情人，守候着南太平洋最受欢迎的港口帕果。帕果是美萨的首府，也是美国在太平洋重要的海空军基地。二战期间，美国太平洋舰队曾以此为基地对日作战。在1899年德国占领西萨的同时，美国将东萨据为己有，开始建立海军基地。但美国并没有对东萨进行很深化的殖民统治，尽管现在的美萨看起来确实与西萨有所不同。在美萨，强大的萨摩亚文化遗产一直稳定繁荣，这里唯一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就是已经成为当地社会价值基础的基督教。星期天在美萨是一个绝对放假的日子，所有的商店都会关闭，人们都与家人一起或休息或去教堂。看得出来，平日里美萨的居民们也很开朗很悠闲，似乎并没有什么生活压力。美属萨摩亚虽然属于美国，但并不算是美国的法定政治领土，这里的居民一出生都享有美国国民的待遇，但并不是美国公民，这都是因为美国政府与美萨当地酋长曾经签订的协议。在美国占领东萨的第2年，美国和东萨岛上的部落酋长们达成协议，由美国在这里建立海军基地，同时给予该岛岛民保护权，免受外国侵略，并承认当地的部落酋长制度和土地所有制，其中规定当地所有土地只能属于萨摩亚血统人士所有。1929年2月20日，美国通过国会法案，正式接受这些岛屿割让给美国的契约。直至今日，如果没有当地血统，即使是美国本土公民也无权在美萨购买土地，这也算是全球历史最悠久的限购政策了。同时，这也意味着美萨名义上属于美国，但实际上还是由当地部落酋长掌握。所以说，美萨居民只是美国国民身份，但这种国民身份除了无投票权和不能担任公职以外，几乎和美国公民没有任何区别。美萨的居民等于是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持有美国护照旅行的特殊岛民，他们比持有美国绿卡的普通外国人更优越，因为他们的这种权利并没有居住时间的连续性要求，可以说是一种天然的永久居留权。在古老村落与现代城镇交错分布的美属萨摩亚，充分感受历史与文化的彼此交融。这个非著名的旅游胜地，你想去转转吗？来次旅行长一点姿势，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我们形影不离。